罪臣谢瑶环在狱中冒死上书，日前相继有宫女溺水、失踪或自缢。臣以为这几件事皆另有隐情。溺水者并非死于水，自缢者也并非死于白磷，他们身上都有一处异样的伤痕。传裴承恩暂领原职。是。传天后口谕，裴承恩暂领原职，听候传唤，钦此。天后陛下有旨，即刻宣谢瑶环进宫面圣。瑶环，想必天后陛下已经看到了那封信，你们等着我。瑶环姐，哎呀！你在狱中的上书，本宫看过，有一桩事要当面问问你。你身为一个普通女子，深更半夜居然敢验尸查首，你就没有畏惧之心吗？请天后恕罪，瑶环方敢直言。恕你无罪，只管讲来。畏惧之心人皆有之，但当时已顾不了许多。为寻找线索，我等必须抛开畏惧之心。只因这谜案不破，那生者蒙冤，死者枉死的局面便不可解。若真凶不除，恐怕那黄泉路上又要再添新鬼。大胆萧环，今日乃我母后之寿诞，你今日在此屡屡口出不吉之言，你是何居心？天后陛下一向特立独行，开千古一人之先河，又怎会在意一些寻常禁忌呢？姐姐，瑶环姐她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大姐，我问你二姐她为什么还不回来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？难道你愿意瑶环再回到这里来吗？那总比推出午门斩首好吧？天后口谕，朱月仙、唐敏进宫见驾。你们三个站在一起，倒是赏心悦目，比起朝堂上那些须眉老朽，顺眼多了。好啊，没想到这后宫竟有如此亭亭玉立的锦绣人才。谢天后陛下夸奖。你们是个个花容月貌，且冰雪聪明，而且各有所长，甚合本宫的心意。传本宫口谕，特赦谢瑶环、朱月仙、唐敏三女无罪，并各赐珠花一对，锦缎2匹。谢天后陛下隆恩。本宫还有话没说完呢。既然你们涉入了此案，那就不可半途而废。你们三人从即日起协助刑部官员，共同勘察宫中疑案，务必从速地探明真相，据实报于本宫所知。臣遵旨。退下吧。是，谢天后陛下。劳烦通报一声，谢瑶环等奉旨协查，特来与2位主审大人会晤。三位请稍后。哎，这2位主审大人会出来接我们吗？我们不是正统的朝廷命官，官场礼仪不适合我们。但是什么？如果让我们等太久的话，至少表明对方比较傲慢，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哦，有请谢大人。看这个，这个嘛，你看，这个案件很明显嘛。2位大人，他们是，请问宫中疑案的勘查进展如何？能否告知一二？这个嘛，你等既奉旨协查，难道对此案不知情吗？我等只知案情，但不知查案之情，
依大人之见，这些离奇死亡是否都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呢？本官将案件条分缕析，以得要领，不过是4个字：非奸即盗。敢问老大人，这宫院里除了宫娥就是太监，从哪里来的奸情？这个嘛，本官办案自有章法，不会囿于宫墙之内，尔等日后便知。此案不日即可告破，你等无需多言啊，拭目以待便了。气死我了！这2个昏官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，一个年老昏聩，一个年少轻狂，2个却都是一样的刚愎自用，不听人言。他们既已认定是非奸即盗，就会忽视一些重要的证据，非但不能澄清事实，恐怕还会把水搅浑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倒也好办，他们干他们的，我们干我们的。好，等咱们把案子查清楚了，再好好教训这2个昏官。房里，要不然连我也一起烧了。你2人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，如实回答我。那燕儿在烈火焚身、痛苦挣扎之时，可曾喊过什么话？燕儿她没喊什么，像是要喊，可是喊不出来。燕儿她一声也没出，就好像脖子被人掐住了。依你2人看，燕儿她一身是火冲出房门，她神志是否清醒？啊！问你们，她当时是清醒还是糊涂？不知道，我早都吓糊涂了。我也吓糊涂了。出事时已是更深夜半，你2人因何正巧在门外？你们到底出来干什么？说话呀！你们哑巴了不成吗？我们快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快，在这儿呢！就是他们俩，拿下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奉命捉拿嫌犯，押往刑部大堂候审。下一个是谁呀？张坤、牛武，随我来。走。真荒唐，把咱们的证人给抓了，这不是捣乱吗？该死的昏官！我担忧，你的担忧已成现实。2位主审官为证实他们非奸即盗的判断，大规模的捕风捉影开始了。2位大人，今日当堂审问嫌犯，我等没有来迟吧？你等也要来听审？奉旨协查，责无旁贷。你等无职无衔，又系女流，公堂之上难以设坐，还是后堂听审吧。言之有理，去后堂吧。后堂凭什么？气死我了！那个穿得跟猴屁股似的红袍官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如你所言，岂不是把穿红袍的官全都骂了？我真的很想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嘛。收声。走。嫌犯带上来。走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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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嫌犯抬头。怎么会是他？这不是秦明手下的小校吗？对啊，怎么会是他呀？咱们在牢里的时候，他还帮咱们递过书信呢。在下冤枉，抓错人了。堂下之人，可是徐虎？羽林军校徐虎，参见2位大人，在下实在想不明白，小人又没犯错，因何被缉拿到此？徐虎，没犯错，本官会拿你吗？所以说抓错人了吗？不信你问问我们羽林秦将军。本官先来问你，在这宫院之中，你可有相熟之人呐？没有。一派胡言！回大人，原本是有个宫女跟在下是同乡，可现如今她已然死了。你说的可是死于花丛之中的宁香啊？正是她。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非奸即盗，太荒唐了。徐虎，大人让在下招什么呀？你与宁香早就相识，在其入宫之前，你早有觊觎之意，一直没有断了偷香窃玉之念啊！绝无此事啊！大人，住口！你身为羽林校尉，近水楼台，又有些身手。那日定是玉墙入宫，对宁香欲行不轨，行奸未遂，这才杀人灭口。大人绝不可凭空捏造啊！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招还是不招？冤死我了！我什么都没干呀！好啊，来人，
在。重则20，不，20不够，重则40。是。此人乃是行伍出身，皮糙肉厚。给我使劲打！是。真没想到，堂堂刑部大员竟是如此办案。皮糙肉厚就要剁板子啊？大唐刑律里有这条吗？喂，又带上来2名嫌犯。哎呀，是张顺和春蕊。小人招！我们全招。说，你2人是如何相互勾结，害死燕儿的？冤枉！大人，我们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！好一对刁恶之徒啊！刚刚还要招供，转眼又矢口否认。大人，我2人互相勾结是不假，但我们没有害人性命啊！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只是图点小财啊，大人。尔等既然已经承认图财，为何重要的环节隐瞒不供啊？难道想尝尝大刑的滋味吗？带徐虎。我都招。小人把春蕊绣好的荷包香囊都拿出去卖，本来说好的是5分账，可其实小人每次都多拿1成，从5变成4、6，就这些。大人，哼，好你个奸狡之徒啊！杀人越货的事为何不招供啊？那死去的燕儿和春蕊同居一室，因而发现了你等不轨勾当，于是你2人便将他灭口，并设下失火假象。此情早已被本官勘破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本官一语中的，令尔等哑口无言了。来啊，把2人收监！冤枉啊！大人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！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呀？2位姐姐，你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我吗？总之是一些不同寻常的痕迹，或者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的东西，比如我在芊芊床帐里找到的白发。看这里，你们看这里，好像曾被杂乱的脚步践踏过。难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短暂的搏斗？但此处与当时的死者还有一段距离。是啊，他们当时发现死者的地方离这里还有一大段距离呢。但你们别忘了，凶手有挪动尸体的习惯，很有可能杀人与抛尸不在同一个地点。我们扩大范围，细细的找找，看能否有新的发现。好，我们赶快找。你们看，丝带。没错，又是那奇异的香氛。第一次在芊芊床帐内我闻到的，第2次在凉亭附近，第3次在杀人现场。没错的，是同一种异香。我们终于有所收获，这次不仅是气味，还有了实物。可是你们看，这上面绣的花，不会是女人落下的吧？摸起来，此物十分的坚韧，说不定是一件作案工具。你是说拿这个丝带取了人的脖子？等等，这上面的绣样很眼熟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有了，跟我来。你们看，这画中人的衣饰上也有着同样花纹的丝带。这丝带还真是一样啊！可这画中女子又是谁啊？为什么会闭着眼睛呢？啊，丫鬟，我记起来了，早在宫中凶案出发之时，你就对我提起过这幅画，但不解画中人为什么双目闭合。这画像又是如何到你手中的？说来
实属巧合，似乎是天意。有了这条丝带，我们离真相又近了一步。可是无缘无故多了一张闭着眼睛的画，我的思绪怎么更乱了呀？陈尚仪，进来可好？快请坐。尚仪身体不适，我等本不该前来打扰。可是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们奉旨查案，我理当予以协助。只可惜，我没有你们的胆量和智慧，再加上体弱多病，不必过谦。陈尚仪久居深宫，阅历丰富，眼下正有一事可为我们解惑。尚仪，请看，可认得此物？这丝带，这丝带你可曾见过？这丝带的样式和花色，都是前朝时兴过的，而今宫中已无人再用。如此说来，这丝带的主人并非今人，已然作古了。难道宫中真的有前朝的鬼魂啊？难不成这些离奇的凶案都是鬼魅作祟？这丝带的样式和花色都是前朝时兴过的，而今宫中已无人再用。线索就此中断，这是在现场找到的唯一线索。而你又是谁？那一晚风吹书夜，你显现在我面前，也正是宫中一连串凶案开始的前夜。这是巧合，还是冥冥中的安排？这位前朝美人，莫非这天大的秘密就在你紧闭的双眼中？不，我不相信什么鬼魅作祟，只有人才能够杀人，但此人行事凶险诡谲，定有一颗恶魔之心。那是谁？自从太平公主号称在道观出家，便常有宫眷请道士进宫来说法。这位公公，此处我来过几番，已是熟门熟路了，就不劳公公引领，我自行前去便是。那哪行啊？您认路归认路，这宫里的规矩可不能省。贫道多罪了，善哉善哉。方才这一道姑虽未看清楚面目，但我观其举止浮躁，形状猥琐，实在不像个得道之人。哎，玉琴姐姐，你刚才说太平公主出家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还不是因为突厥使臣来求亲，太平公主不愿意出嫁，便躲进道观住了些时日。哎，姚环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些稍纵即逝的念头。又让我插段话了。我怎么老是没用，每次都帮不上忙，还帮倒忙。到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有劳了。这一连串的凶案应该有一个目的，但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二位姐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又有宫女被害？不是，是那两个昏官以上表奏请结案，要将一干人犯3日后午门砍头。哎呀，砍头啊！就是日后我们查明真凶，他们的脑袋也再找不回来了。我叔叔还要我早日回教房，说怕丢了教习的位子。事到如今，还查什么查？散伙算了。散伙倒是容易，但我们姐妹又有谁能心安理得？可眼下真凶踪迹难寻，我们又能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就是气死急死，憋死我了！这么多个死，怎么单单少了一个拼死一搏呢？拼？你不会武功还想劫法场啊？对，就是要劫法场。可是你连刀都没有摸过呀。这就是刀，他们上表，我们也上表。恳请天后宽限10日，如我等能够查明真凶，绝不能牵连无故，铸成冤狱。
一桩案子2份奏报截然不同，形同水火。众爱卿可各抒己见，替本宫裁夺。臣启天后，我等奉旨查案，据实呈报，不敢有误。天后，凶犯皆已化供认罪，绝无半点冤情。谢瑶环孤陋寡闻，不谙行事，所言皆是潜质虚妄，不可取信，望天后明察。庭审之时，谢瑶环等在后堂听得明明白白，而今所奏纯属无事生非，扰乱圣听，理应治罪。哦，本宫命他3人与你等一同查案，审案时他们却退居后堂，这是为何？这个讲。只因他们是脂粉女流，女人就不能登临前堂？公堂乃是法度威严所在，这女人就没有威严吗？尔等对天后派遣之人不公，就是对天后的大不敬。我们就在这里等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天后会召见我们吗？也许是直接降罪。降罪？是啊，我们和朝廷命官分庭抗礼，等于在老虎的嘴上拔胡子，要准备好承担风险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最多接着坐牢呗，反倒省心了。这么点小事都不能跟本宫。来得好快呀！莫非你等已早在殿外等候？天后明鉴，事关数十条人命，臣女已在殿外候旨多时。难得你一片悲天悯人之心呐，但切不可因此而主观臆断。臣女不敢，表呈所奏之词皆有凭有据，望天后明鉴。也罢，本宫就准你等所奏，人犯暂不处斩。待你等另行勘查，继续破解此案，缉拿真凶。谢天后。且慢，臣恳请天后限定时日，此案不可日久拖延。你这混，你凭什么给我们限日子啊？天后陛下都没给我们限日子呢。不知徐大人要限期几天？限你3天。不够，不够。案情重大，不可拖延。不知3日之期从何而来？难道徐大人你3日之内就能结案吗？是啊，给你3天试试，你行我们就行。此案已然审明，无需复查。大人，你可敢担保此案确已审明，无半点误判吗？这天后都没让我担保啊。徐有功，你还没接这小女子的招呢，限你3日查案，如何？天后，这3天不够啊。臣不能。徐大人都说3日不够啊，本宫就给尔等半月之期。遵旨，臣等将尽力而为，届时定不负天后厚望。退朝。小小女官竟敢如此羞辱朝廷大员，真是闻所未闻。他竟让老夫在3天之内复查此案，妇人之心何其毒也！喂，
谁何其独眼啊！明明是你先说3日的，这么快就忘了？敏儿，3天之期已改成半月，莫要得理不让人。这话更气人，好像他得了理。岂有此理！我发现他们一个个不但糊涂，还小肚鸡肠。放肆！羞辱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徐大人不必屈尊做小儿女口舌之争。他日案情水落石出，我必然会给大人一个交代。我等若有错失，再一并治罪也不迟。好，那就看你们有什么能耐，能在半个月之内把铁案翻过来。哼，走着瞧，等着看姑娘们的本事吧。你休得猖狂，若是劳而无功，可知是何下场？多谢提点，姚环不敢懈怠。各位大人，稍安勿躁，静待这半月时光吧。这些昏官呐，都该挨板子，杀头都不过分。好了，何必跟他们计较？我们回去查案要紧。是啊，半月之期延误不得，须得日以继夜才行。那我们半个月抓不住凶手，那岂不是被这些昏官笑话？他们看笑话倒不要紧，天后会降罪的。天后降罪倒不要紧，但那些无辜的嫌犯就要人头落地了。半个月，我们能抓住真凶吗？哎呦，我这心里面开始打鼓了。快走吧，回去背水一战。咱们3个加在一起，比起那些须眉昏官强100倍。参见公主。萧环，你今日很风光啊。不敢，拜天后所赐。哼。哎，我们是招他还是惹他了呀？管他呢。唐敏，我们走，走。来看看凶手真正想掩盖的东西是什么。同样的伤口，从腕部移到了颈项，此处更是人体血脉的重要所在。现在可以断定，这前后一连串的杀人案都是同一个嗜血凶徒所为。可你之前曾推断这是个体弱女子，二者也许并不矛盾。你是说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呀？3天都过去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问你宫里有没有存放老古董的库房？因为本姑娘刚刚想到，可能有活人偷了死人的东西去作案，冒充死人迷惑活人。什么死人活人，活人死人的，我更绕不过弯来了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是问你，这宫里哪能找到前朝工人用过的旧丝带？哎，前朝的丝带啊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宫里有几个前朝的人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嘿，你初来乍到啊，有所不知，这宫里的西南角啊，有一个沉香院，平日里谁都不往那边去，僻静得很。哎呀，那地方都快被人给遗忘了。嘿嘿，我今儿要不告诉你啊，恐怕没人会对你说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啰嗦，紧要紧的说，这沉香院是个什么地方啊？
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冷宫。在这个冷宫里头呢，住着几个前朝的老嫔妃。我跟你说啊，前朝贵人听旨，传天后陛下口谕：近日各方朝圣送来诸多贡品，朕特派人送来一些与你等品尝。钦此。各位，天后陛下顾念旧情，没有忘了你们，赶快谢恩吧。臣妾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样了？那2个昏官有没有让你们去牢狱问案呢？昏官到底是昏官啊！自从抓了那些嫌疑人之后，凑巧又没有发生新的凶案，他们便更加认定是抓对了人，根本不会理会我们的要求。估计正忙着刑求李氏皇族的幕后主使呢。这宫里才太平了几天，就让那2个昏官有了说辞。可这表面上的平静只是暂时的。怎么说呀？我和月仙又发现了之前被忽略的一点，所有凶案都发生在月圆前后的几天。在芊芊死后，也曾有过一段平静，直到下一个月圆。眼前的平静，只是因为下一个月圆之夜还没有到来。凶手的行径一次比一次诡异，嗜血一次比一次疯狂。不知这下一次，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更加疯狂的下一次。离下次月圆还有多少天呢？天后给我们的期限还来得及吗？我算过了，下一个月圆之夜正是半月之期的最后一天。可我们手中的唯一物证，只是那条前朝的旧丝带。哦，那条丝带啊。没什么，我脑袋没有你们好使，我不乱插嘴了。其实还有另一件物证，但是分量不够，难以为凭，就是那根白发，我在芊芊帐内找到的白发。Let's go.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, feel like it's gonna be a bad day. Yeah, I'm tired of shit, and the coffee ain't hit yet, damn, ain't that great. I don't wanna go to work, cause my boss is a jerk, and I'm not even that paid.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, cause I don't feel alive, and there'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.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, I'm about to quit my job, cash in for a ticket. I'm going on a trip, and I don't plan to visit. I'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'm winning,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. I need a big change,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. I need a big swing, home runs. 这里住着几个前朝的老嫔妃，只有这里才能找到旧花色的丝带。我要夜探冷宫，一探究竟。这小明是这里住的，那我就翻墙进去吧。丝带，果然是杀人的丝带。哎呀妈呀！你们2个也被那个怪物勒死了，是我一个人来冒险的，也没有带你们2个呀。你呀，总算是醒过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原来是你们啊！是你们救了我，是你命不该绝。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咱们可就阴阳两隔。那你们刚才一定看到那个？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远寻的黑影，那黑影定是发觉我们走近，所以才放过来。快说说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别提了。我本来是想找那根丝带的出处，不过没带来啊。那根丝带自动找上我，还突然把我勒住了。也就是你，这个时候还能说笑话？我没有说笑，我讲的是真的。本姑娘今天在阴沟里翻船，就是因为那迷香。迷香？我刚才就是闻到一股特别奇异的香味儿，然后就全身酥麻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等等，你先别动。什么呀？白发，白发，这里还有一根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方才搏斗的时候凶手留下的。这次终于有了现场证物，2根白发，不是3根。之前那根白发加上这2根白发，已经构成了证据链条。行凶者是个白发人，白发凶手。如此看来，事情果然跟我们想的一样。先离开此地再说。我感觉到，在那紧闭的门后，正有一双眼睛向这里偷窥。哎呀，哎呀，
哦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之前那些死者都是因为中了迷香，所以才丧失了反抗能力的。你是否看清了那凶手的真面目？这个还真不好说。我当时啊，一脚都跨进鬼门关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看的是真的还是幻觉。那你回忆一下自己当时看到了什么？蒙着黑衣斗篷，鬼魅一般的丑脸，张着大嘴奔我而来。哎呦，这怎么那么疼啊？又是这爪痕。那你现在仔细的回想一下，凭你的感觉，这个袭击你的凶徒究竟是男是女？这干什么呢？站住！没事瞎咋呼什么呀？啊，有事跑到哪儿去了呀？啊，又出事儿了。没事，我们随便出来走走。哎，你们3位没事赶紧回去吧。这个凶案未结，这么老大的宫院，我们几个也看不过来呀。我们回去吧，只等明日天一亮，我们就找个由头，名正言顺的进入那冷宫探查。哎，可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刚才我在危塞待息的时候，你们2个会出现呢？那你先回答我，为什么要单枪匹马瞒着我们夜探冷宫呢？我只是想立一件奇功，报答2位姐姐牢狱救命之恩，可是没有想到又欠你们一个天大的恩情。其实姚环已从那条旧丝带联想到这沉香院冷宫，是怕有人性急，所以才没有当面提及。哦，你们早就知道了，我还说呢，我终于聪明了一回，原来还是个马后炮。等等，2位姐姐，咱们可事先说好了，等一下如果遇上凶悍的歹徒，一定要让我冲杀在前面。唐明我文的不行，武功那可相当了得。那你进去之后切不可鲁莽，要见机行事，要慎言，不可随意开口。知道了。嬷嬷，劳烦通报一声，谢瑶环等3女士特来拜望前朝贵人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她头上有一缕白发。难道这就是我要逐个甄别的杀人嫌犯？我还以为会遇到凶悍之徒，可这些人，他们一只脚已经迈进棺材了。我等特来拜见前朝贵人，恭祝各位娘娘宜安。这些老主子们大多都耳朵聋，3位好心的姑娘来看你们啦。我等愿奉陪前辈坐以论道，共舞禅机。看来我们不必再提什么讲经论道了，他们不需要，他们的感知已经推到了统治之年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时下的这新来的人儿啊，跟鲜花似的。想当年，我也目若朗星，肌肤胜雪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喽。这里好像一点人气都没有啊！我觉得有一双眼睛正偷偷地看着我们。请3位用茶。有劳嬷嬷。难道这宫里上下所有的事务都是由嬷嬷您一人打理吗？是的。这里的老主子们倒好伺候，有我一个人管事就够了。哎，刚才就是他从里面看我们呢，
这里似乎只有他一个是正常人。好像只有他一个是能够袭击我的。请问在此沉香院中，是否还有我们没有见过的人？这后面还有人呢。这位田美人近日犯了痛风病，腿脚不便，惯常夜间不睡，白日不起。今天也不知是怎么了。我又闻到了那奇异的香氛。听你这般的言语不敬，他竟不生气嗔怪吗？不妨事，旁人讲话他根本不着耳朵听，也就是青云观的道姑来了，他这才……镜子？什么？镜子，看我镜中的影像，是多么青春靓丽，貌美如花。他把姚环当成了自己的镜中之相啊！那他比刚才那些还要痴傻，简直就是疯癫。两面镜子，他怎么了？这么多镜子，到底哪一个是镜中的我呀？田美人，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。你看，他都这个样子了，还会正经说话吗？这画上的美人，这画上的美人，不就是我吗？这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是我呀！这怎么会是你呢？尔等不信，我信，我相信，这画中人就是前辈当年的风采。但是为什么前辈您要紧闭双眼，一名不是呢？深宫无日月，午夜梦回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贤弟，你在哪儿啊？贤弟，你在哪儿啊？臣妾，臣妾，臣妾见驾。他为什么风言风语的？前辈，为什么要在画中紧闭双目？莫非前辈你是不想看？你不想看到什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镜子，镜子，镜子，我不愿，我不愿镜中美人年华老去，红颜变白发。告辞，我们走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不要走！哎呀天哪，吓死我了！这宫里面居然还有这种鬼地方！人生苦短，转眼就是100年。今日这些帅卖老妇，昨日又何尝不是同你我一样？是啊，他们都曾青春韶华，如你如我，但红颜白发只在弹指一挥间，人生悲哀尽在于此了。天哪，我们今后不会也变成这个鬼样子吧？走吧，在变成那样之前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哎，找到白头发老巫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徒劳无功。此行不虚，那个作案的元凶终于找到了，就是田美人。啊，那个癫狂错乱的老妇，不是王嬷嬷呀？我看只有她年轻力壮呀。姐姐，你凭什么说是田美人呢？香气，那股飘散在发案现场的，以及附在杀人丝带上的香气，我在田美人身上找到了根源，她就是奇异香氛的宿主，还有那满头白发。可记得昨夜在你身上找到的白色发丝？难道昨天晚上差点要我命的是那个病病歪歪的老妇人？切，这说给谁谁也不相信啊！也许在昨夜的搏斗中，她受了伤，我也把她给弄伤了。这话我爱听。田美人刚才站起的那一刻，似乎痛楚不知，难道是伪装出来的？若真是举步维艰，又怎能杀人来去自如呢？
田美人既然有迷香那样的义务，那么伺机迷倒小宫女应该不难办到。但有一点，她要这么做必有缘由，而且她需要帮手，得有人协助才行。哎，那以前见过一次。莫非他就是常来给田美人讲道之人？敏儿，你不觉得他比王嬷嬷更可疑吗？真人之妙，若有若无，仿佛太渊，乍沉乍浮，进退分布，各有境遇。你刚才说那个老道姑可疑，可是我没有看出她有什么可疑之处啊。看那道姑的年纪，应该是修行日久，但此人却情态猥琐，没有半点仙风道骨之相。岂止是猥琐，此人刚才曾偷窥了我们一眼，那眼神竟有几分阴毒。况且他怀中还揣有异物，那一定是凶器，肯定是匕首。那气味似乎是……哦，那就是迷香，让我手软脚软的迷香。要真是迷香的话，你我早就骨软筋麻了。哦，真人之妙，若有若无，仿佛太渊，乍沉乍浮，进退分布，各受境遇。老翁负丁壮，奇遇成差女。你给我这东西是越来越不好用，实在是不尽兴啊。贵人近来功力大增，自然是不过瘾了。老身今日给贵人带来了一件十分好用的东西。慢，待老身走后再看不迟。我抓到你了！你晚上敢来这儿吗？怎么不敢？那我们打个赌，我在这儿藏一个荷包，看你晚上敢不敢来取啊？赌就赌，我要是取走荷包，你们就输了，一言为定。快别玩了，刘总回来了！快走！我想每次都是这样，凶手作案前总要先暗中窥探，寻找下手的目标和地点，届时秘密前来，突然袭击。那么他究竟是一人作案，还是有帮凶协同？这个谜底很快便会揭晓。这真凶要是再拿不了，报，禀公公，朱月仙、谢瑶环求见。哎呀，他俩来了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说你们呐，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哎呀，叔叔，你怕什么呀？你无非就是借几个手下给我们，这有什么呀？叔叔，来，走。今非昔比，如今我三人奉旨查案，公公名正言顺施以援手，顺理成章。是啊，我们是奉旨办案的，那些昏官抓的是替死鬼，我们抓的是真正的凶手。我推测，那真凶将在月圆之夜再度出来作祟，而这月圆之夜就在今晚。今晚，天后给你们的限期明天就要到了，今晚要是再抓不到真凶，你们自己把自己绑了，领罪去吧。可那是明天的事啊。那你们今天晚上就不要连累我了吗？公公您自始至终总是怕受牵连，可您不妨回头去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哪一回真正连累过您呢？哎呀，是啊，叔叔，没一次真正连累到您啊。哎，公公，我帮你想想。说。对了，他们在牢里写的那封信。对。不对啊，那封信非但没把您给害了，反倒把您给救了。蠢材，提这个干嘛？不是，
你们以前虽然没那个什么，但是你们是不是想积攒到一块儿，陷害我们一回大的呀？还真有这个可能啊！啊！真凶若不现身，是我们的错；但若凶手现行，却没有抓到，那您可就难辞其咎了。请公公增派人手，为的就是多处埋伏，万无一失啊。还有一重目的，那真凶并非是多么强悍，难以制服，但其行事诡异，令人难以置信，因此现场必须要多一些目击证人。可那个真凶到底在哪儿啊？今夜便见分晓。你们分头埋伏，不论看到什么都不可声张，要静观其变。切记，没有我的号令，谁也不准贸然行事，听到了吗？哎，是，都记住了啊！好，记住了。你们去那边，快去吧。你们去。他怎么停下了？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等月亮。月亮。谁逮着算谁的，这功劳归我了。啊！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老妖妇，住手！妻子，你们到底哪个是清楚的？都结束了，你这嗜血的疯魔！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坏了我的好事，坏了我的好事，坏了我的好事！为何要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恶行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是人是妖？为什么要吸食少女的鲜血？满月之夜，少女之血，护伏定床，急欲这差女，她这是怎么了？我招，我全招！甜美人之事，凭你痴情为报。这便是甜美人，吸血用的凶器，可是你从宫外带给她的。罪该万死！臣谢瑶环，幸不辱使命。宫苑系列谜案今已告破，详情容禀。真相竟然如此，如此真相，本宫倒是始料未及呀。这宫中疑案，竟是个前朝疯癫美人所为，可能吗？微臣愚钝，全凭圣才。明日早朝，本宫要将此疑问考一考文武百官。圣上有旨，宣谢瑶环上殿。谢瑶环，本宫今日召你上殿，就是要你当着满朝文武，把这宫中疑案的原委一一道来。遵旨，此案现已勘破，主犯只有一人，即前朝妃嫔甜美人。甜美人久居深宫，心性大变，听了蒋京的道姑妖言蛊惑，竟走火入魔，
以为在满月之夜吸取少女之血，便可令时光倒转，白发转黑，再生红颜。再生红颜？红颜再生有何用啊？难道还想去与先帝那儿邀宠不成？田美人假装有痛风之疾，伪装残躯，掩人耳目。其作案都是突然袭击，用丝带勒人颈项，并施以迷香，使被害者无力反抗，再吸食被害人的鲜血，最终将尸体伪装成自杀等各种假象混淆视听。但天网恢恢，善恶有报。田美人在最后一次作案时，自身心脉损伤，喷血而亡，视为天谴。众爱卿，可都听明白了？臣等听明白了。两位主审官何在微臣在。微臣在。你们二位还有何话可说？回天后，天后英明果决，知人善任。那谢瑶环是有如神助，方能破此扑朔迷离之案呐。回天后，那道姑已全盘招供，此案确如谢瑶环所述，微臣没有话讲。好一个无话可讲！难道诸位爱卿真的以为这桩桩凶案，主谋就是一个疯癫的老妇吗？如此祸乱后宫，为患本宫之肘腋，分明是逆党行径，幕后一定有操控之人。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天后明察秋毫，臣深以为然。此案发于天后千秋圣诞之际，分明是居心叵测，意在搅扰圣宫，定是朝野逆党参与。对，所言极是。此一系列杀人案殊为诡异，李氏宗亲对天后嫌恨者大有人在，何况还有谋逆当诛的余孽隐匿江湖。臣以为内宫之案只是冰山一角，暗中必隐藏着犯上作乱的惊天阴谋。怎么，本宫这朝堂之上，难道只有武承嗣、武攸暨两个朝臣吗？启奏，启奏天后。谢瑶环，你还有何事要讲？此宫中谜案，瑶环自始至终参与勘察，对其中因果缘由可谓一清二楚。那真凶田美人却已癫狂，其身受心魔意识，实难听命于他人，故诸位成功操控一说，实乃子虚乌有。大胆放肆！本宫待前朝宫人不薄，岁岁共赏，衣食无缺。那田美人缘何疯癫？究竟是真疯，还是假疯？天后，瑶环曾入沉香院，亲眼见到那前朝宫人的生存境况，实乃生不如死。你说什么？冷宫情况，感同身受。那里的人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阳间不纳，地府不收，唯有暮鼓晨钟里，看着镜中的自己年华老去，直到红颜衰败，惨不忍睹。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们都已心性大变，或痴呆木讷，或如田美人这般坠入魔障。天后明鉴，嗜血一案除了有道姑妖言蛊惑，并传递行凶之物，主犯只有田美人一个，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了谋反去操纵一个失心疯的老妇。李氏宗亲贵为天皇贵胄，更不屑如此行径。住口！竟敢当庭为那些逆党开脱，该当何罪？天后，姚环冒万死再进一言，此案与犯上谋乱实属毫不相干，恳请天后万万不可再行冤狱，捕风捉影，株连无辜。大胆！卫士何在？速将谢瑶环拿下！是。谢瑶环，你自恃聪明绝顶，可知本宫要如何处置你？天后，姚环冒万死进言，触怒天威，但凭天后处置就是。本宫就成全你，万死就免了。
赐你一死足矣。谢天后，姚环就此拜别了。请天后降旨，将谢瑶环推出午门斩首，还是杖毙庭下？臣恳请天后刀下留人呐！这一次，我在你眼里看到了惊异，而不是幸灾乐祸。天后有旨，召回谢瑶环上殿问话。擅闯朝堂者，杀无赦。敏儿，哎呀，徐有功，你为何对一曾经无礼于你的小女子出面讲情啊？前者是臣失察，臣实在是惭愧。谢瑶环不仅机智过人，且刚直不阿，此等人才实在是难得呀。臣恳请天后法外开恩。这么说，你很钦佩这个小女子了？臣敬佩之至。前者言拙失察，万分惭愧。众爱卿听听，徐大人竟会如此认错，倒是稀罕得很呐。退下。遵命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他们都出来了。那姚环姐呢？姚环没被押出来是好事，莫非事情有了转机？哎，你看看我，可不是吗？我都快急糊涂了我。但愿能平安度过此劫。谢瑶环，本宫倒要问问你，何从容赴死，竟如此痛快，不向本宫哀告讨饶呢？回天后，如若哀告讨饶便可免死的话，那恐怕就没有获死之人了。哼，你这说法倒是十分有趣。那好，本宫就再给你次机会，临死之前还有何话可讲？姚环死不足惜，唯有一事相求。讲，恳请天后网开一面，释放此前被捉拿的嫌犯，那些虽有过错，但被无辜牵涉到本案中的一干人等，恳请天后降旨释放这些无辜者，以示天威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却还顾念他人，这是为何？生而蒙冤，生有何欢？死若坦然，死又何惧？姚环幼时曾与家人一同遭逢冤狱之苦，深感那冤狱之苦如不可超生的地狱，从此刻骨铭心，不忍这样的悲剧在他人身上再次重演。好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谢家女儿果然不俗，你的胆略和才华甚合我意。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天后陛下明鉴。谢瑶环，本宫今日非但不治你的罪，还要给你重赏。谢瑶环，还不赶快谢主隆恩？慢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本宫可以满足你最大的心愿。谢天后，姚环最大的心愿就是恳请天后准我去往关中一行，寻找失散多年的同胞小妹。关中，天后若能圆我寻亲之梦，姚环生生世世感激不尽。一旦寻到小妹，姚环一定会从关中回来，继续报效朝廷，以尽犬马之劳。天后陛下，昨夜关内道飞骑传来凶信，陛下为查明齐州江永昌自缢一案所派遣的钦差已被暗杀。据报，崔大人还未到齐州，是在潼关的馆驿之中被害。你是说关中？当年我和小妹就是在关中一带失散的。关中，好，本宫就如你所愿，准你去往关中一行。谢天后隆恩。且慢，本宫还有话没说完呢。
你可否公私兼顾，作为我大唐派往关中的一名女钦差，破获一桩悬案？如此重任，不知姚环是否担当得起？平身吧。谢天后。能否胜任，这还是后话。先说你敢不敢接任这个赴齐州查案的钦差？本宫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朝廷派去的2任钦差都在途中被杀了，你很有可能成为第3个被害者。去，或是不去，本宫容你3思。怎么姚环姐还不出来呢？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呀？稍安勿躁，你这样干着急没有用的。这该死的秦宓，让我上去看一眼也好啊！哼！回天后，微臣愿奉圣命去往齐州一行。为何不当即立决？莫非在生死攸关之际，你也犹豫？回天后，适才微臣稍作思考，为的是给天后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。讲来，求生未死，乃人之常情，微臣亦不能免。你也怕死吗？是，臣也怕死，但更怕死得毫无价值，不能完成天后的使命，死而有憾。然事在人为，既知前途凶险，臣便可有备而去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臣不敢妄言，此行定能扫除关中迷雾，但情愿做一回问路之时，击破齐州那一滩死水。好，谢瑶环所言坦荡，毫无交情，甚合我意。传旨，谢瑶环擢升5品上宫，待本宫巡按关内荆棘2道，勘察齐州案情。朱月仙、唐敏随行相助，择日启程。钦此。公母天后，公母天后，公母天后。你2位为何匆匆赶来？还有何事禀报？通通退下。是。这里并无外人，讲。侄儿不解，公母为何要派一个不谙官场的小女子去做钦差？相帮的2个也是小女子，通通初出茅庐。姑母让他们去齐州汤内池浑水，姑母怎么会放心呢？尔等有所不知，这正是本宫的打算。关中事态错综复杂，其扑朔迷离，超出常规，故不能按常规对治。本宫派出这不谙官场的女子作为巡案，就是要让对方摸不着头脑，自乱阵脚，方可现出原形。姑母这是要出奇制胜啊！女巡案是明招，我还有一步。末将谨记。天后陛下派谢瑶环等巡按关中，有些不放心，需要派一个信得过的人一同前往。本相就想起了你，你统领护军，随谢瑶环一同前往，明里护卫，暗中监视他的一切各方动向，监控各方，包括你保护的女钦差上任之后的所作所为。一旦发现徇私枉法、违规不轨之行，速派飞骑来报，不得延误。
另外，天后陛下这里还有一道密旨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便宜行事。这，金明，天后密旨，秦明接旨。是。末将接旨。啊，秦将军，好好的办差，攻城之后，本相自有重赏。天后陛下的差遣，这个老女人又把我和那几个小女人拴在了一起。朝廷又派了个女巡案，我连夜启程，速速报与主公。慢着，一个女的敢独闯齐州，先查明随行人等都什么来路，再一并报与主公知道。好，就依大哥所言。速报金大人，第3任钦差乃是一名女子，姓谢，名姚环，来自后宫，底细不明。此女起行在即，不日即可出潼关，望大人酌情自处，知名不惧。我没有忘，10年了，午夜梦回，姐姐想你想的流泪，想你想的心痛。现在，姐姐终于可以去找你了。10年了，即便找到我，姐姐还能认出我吗？只怕是对面不相识吧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妹妹，你是我长大成人的玉珠妹妹吗？二位姐姐，二位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？明晨动身。这次齐州之行，护军统领是秦明。什么？那个讨厌鬼啊！那这一路岂不要把人给烦死？我们换个别人好不好啊？天后钦点，岂能说换就换？敏儿，需以大局为重，不可率意任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以大局为重，我不跟那个冷面鬼计较就是了。唐副使，唐副使，唐副使，请留步。敏儿，叫你呢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我现在是谢巡案的副使呢。给3位大人请安。哎，唐副使，奉裴公公之命，有请听松堂一叙。哎呀，这次你因祸得福，真可谓可喜可贺，谢天谢地，祖宗荫庇，让你如此风光。哎，但需记住，谦受益，慢招损呐。哎呦，好烦呢，又是这一套。你看，这种话，除了当叔叔的，谁还会告诉你呀？提起江参军这个案子，那还得从他的顶头上司前齐州刺史于昭德说起。于昭德结交太子图谋不轨，被查办后，还没等庭审，就死在牢里了。这个人怎么图谋不轨了？朝廷有不成文的禁忌，外臣和太子结交，那就叫谋逆。于昭德所获罪名不实，他远在齐州，如何结交太子？据臣所知，他只是和太子师有同乡之谊，谋逆之说实属牵强附会。这是你一人所见，还是众人所想啊？陛下明察，谋逆之罪如实证，恐难以令天下人心服口服啊！天后，于昭德谋逆，确有实证。讲。事关重大，容臣据表，面呈天后御览。
之后就扯出了军粮的事，说于昭德为太子私募军粮10万担，以图谋反。受命押运军粮的就是江参军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江参军也参与了谋反，